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评论一下外电报道的中国的光纤陀螺技术突破，可以带来精确制导弹药的白菜化。最近呢，外电通过查询国内学术期刊发现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下属的某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开发了一种芯片级的光纤陀螺，精度比解放军现役的近程导弹上的陀螺要高30%。而且它的体积只相当于1粒大米。光纤陀螺是一种战略性的元器件，这是大家都非常了解的。那么光纤陀螺有什么好处呢？美国民兵3导弹所使用的陀螺仪，号称是机械陀螺仪时代的巅峰之作。在一层又一层的机械式万向件里面是复杂的陀螺机构，它可以用来确定飞行器本身的姿态。与加速器这一类的设备相结合，就能够随时随地的确定一个飞行体在3维空间中的位置、速度或方向。但是机械陀螺体积巨大，结构复杂，还有大量的运动部件，容易发生故障。光纤陀螺就好得多，它通过测量光子运动来确定物体的姿态。光纤陀螺没有运动部件，仅仅靠光线或电流来实现它的功能。在高动态的工况下发生故障的概率要比机械式的陀螺低得多，更加适合于像火箭导弹这样的高速的运动体。所以自从光纤陀螺出现以后，就广泛的应用在各种导弹武器上。我们的各种东风地对地导弹也大量的采用了光纤陀螺，保证了良好的命中精度。但人类的科技进步永无止境，传统的光纤陀螺的体积还是比较大。而导弹里面的地盘呢是寸土寸金呢，任何一个零部件或者是分系统都得想方设法的少占1克重量，少占一丁点体积。如果谁能把光纤陀螺的体积再缩小一点，就对导弹技术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腾出来的这一点重量和体积拿来装燃料，可以增加导弹的射程；分给战斗部就可以增加导弹的威力，哪怕是用来换成一块电池，也可以增加末制导雷达的发射功率，这都是极其宝贵的。因此呢，中国航空工业部门的科研人员把光纤陀螺缩小到了芯片级，装在导弹上以后，和原来那个光纤陀螺相比，重量和体积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大家尽可以去想象。还有一个细节是，生产这种光纤陀螺不需要线程特别小的生产线。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全面封锁下，中国正在努力的突破28纳米、14纳米和7纳米这几个线程上的芯片制造技术。但是在多数军用领域，对短线程芯片的要求其实并没有那么高。这种芯片级的光纤陀螺，在中国现在掌握的生产线上就可以顺利的制造出来。外电指出用深紫外光刻机就可以把它生产出来。而且这种技术已经使用了20多年，相当的成熟。通过这条新闻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事实。首先，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能力是很强的，即使是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够自力更生，利用手中现有的条件，突破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据媒体报道这种芯片级的极光陀螺，目前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和美国可以生产。第二，国内现有高技术生产设备的潜力可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一些低水平的光刻机可能赶不上台积电或者是三星的生产设施那么先进，但是已经可以拿来生产很多军用级别的芯片了。军用芯片在很多时候其实没有高级民用芯片对集成度的要求那么高，它更看重的是在恶劣环境、高动态环境下的可靠性。所以国内各个涉及芯片生产的部门，即使是在美国的封锁之下，还是能做很多工作的。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国防高技术的自力更生。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就会像今天的俄罗斯那样，被迫用更多的军人去近距离的作战，需要动员更多的工业生产能力，制造更多的普通的弹药，占用更多的公路铁路运输资源，费时费力费命，做成效果就不一定好。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为中国的科技人员自豪点赞。